我是在网上买食材了。我最近很喜欢逛这个网上各种这个农贸市集，然后我这一次买到的是来自云南的青豆。我们想做一个这个有肉丸、有豆腐，然后比较清淡的汤，只有这种肉丸的鲜美跟这种青豆的鲜甜。做成狮子头，我会在里面加上这个马蹄。我们在这边呢，就直接拿到的时候，你可以买到这种已经去皮的马蹄，然后我们直接把它压碎。那这个馒头泡水的时候，一大颗，它可能不是那么容易这个吸收水分，所以呢，我们先用手把它掰小块。这个馒头好扎实哦。我们要跟这个肉混在一起，然后馒头泡发之后体积也比较大，然后在用之前呢，先用这个手把水分挤干，应该只需要，我感觉需要半颗的量，因为我今天分量不是很大，半颗就可以了。那在这边的调料呢，我会用到白胡椒粉，然后五香粉，然后一点点的生抽，然后再一点点的盐。把刚才我们在里面的所有的食材，有马蹄，有猪肉，有一点点的姜末，把它全部给抓匀。然后肉要抓到有一点起焦，这个动作叫什么？有一点拉丝吧。好，我们放在这边腌制，我们再进行下一个步骤，就是应该是用这一条把它分开，掰这个青豆，然后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有趣的事情。例如我们昨天去了灵隐寺，我本来没有抱那么大的期待，只是我看到最近刚好免门票，然后就去了。然后我真的觉得哦 ，so cool， 就是里面真的超级漂亮，很震撼。虽然人多，但是你有一种莫名宁静的感觉。然后我们去的时间是下午3点多，然后有一点那种日照金山，金色的阳光洒在这个墙面上，太漂亮了。好，分享结束了。然后这回我们来切豆腐，我今天想切的比较像方块一样。真好玩。OK， 我们现在水已经差不多开了，已经开始冒小泡，我们要开始下这个肉丸。很多人一定会问说，为什么这么多的热用一个这么小的锅子？没有，我们只是因为好久没用这锅子了，想要用它一下。那我们肉丸在捏的时候呢，稍微给它一点压力，让它稍微的密实一点，它这样成型会更漂亮。然后慢慢的下去。你如果太高或是你会怕的话，它反而会容易溅出来。但你慢慢的在水面下放上去的话，就很优雅。盖上盖子，慢慢给它熬个20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哇，有浓郁的味道。这里面的这个咸度只有我们刚才做肉丸加的那一点点的盐，所以我们先来试一下风味。哇，肉的鲜味，就我们先加盐，吃一下它的鲜味跟风味。因为在没有盐的时候，你其实很难知道它现在是什么味道。接着呢，我们就是把这个青豆还有豆腐放进去就好了。那在这边呢，如果你要它有更强的鲜味的话，我们可以加入一点点的生抽，或是加入一点点的鸡粉，或者你家有浓汤宝的话，放个1/3块，这样的分量就很好喝了。下一半的青豆，加金华火腿，或是加一点云腿，或是用这个海鲜去调这个汤的味道。但最后为什么都没有做呢？是因为
我第一次买到这个云南最新鲜的青豆，我想是这个在最低调味的情况下，它会带给我什么样精彩的表现呢？等个5分钟，我们先把这个豆腐跟青豆煮熟，来吧。OK，let's go。哇，漂亮！哇，很干净，非常非常干净的汤。对，是淡淡的甜味，就有点像水果。汤是咸鲜的，所以我们给它增加一点对比。这边呢，加入我的最爱白胡椒粉，来一点这个香油，一点点。我们的汤就愉快的做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简单？其实你就是花一点时间，慢慢的去熬出这个肉的鲜甜味，然后用这个新鲜的食材，鲜美的肉的味道，然后一个肉的清汤。调料只有白胡椒、盐跟一点点的香油，还有一点点的五香粉。那如果你还有什么想吃的，在底下让我知道。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啦，拜拜。